进入迦南学院内院，萧炎他们还要面对最后一道挑战——火能猎捕赛。新生们需要尽可能逃避老生队伍的围猎，穿越丛林进入内院。这原本是内院设置的一道洗礼，为的就是磨灭一下新生的锐气，让他们提前感知内院竞争的残酷。萧炎在了解规则后，却是反其道横之，他准备带着轩儿、吴昊、虎家以及白山，以猎人的身份去夺取老生手中的修炼资源，也就是火能。一处林间空地，5位内院老生满脸笑容，他们正在清点方才攫取的火能。为首的蓝衣青年已经在讨论如何寻到下一对导雷弹。突然，他脸色一变，感觉有异样的气息正在靠近。不用找了，我们在这里。萧炎突然间的话语让这群老生猛地吓了一跳，旋即当他们目光落定时，发现眼前是3男2女5位年轻人。短暂呆滞后，这些内院老生脸上涌现出狂喜，他们用看傻子的目光审视着萧炎等人。这些自投罗网的新生，莫不是想主动交出手中火能来讨好他们，用这种方式在内院混个眼熟？眼前这年轻人倒也不算是蠢货。蓝衣青年微微上扬脑袋，这是他身为内院学生的骄傲。当目光落在青群女孩身上时，原本平静如水的眼眸顿时爆发出了强烈的情绪波动。好漂亮的女孩子！蓝衣青年猛地咽了一口唾沫，贪婪的目光不停上下扫视着轩儿。这等绝尘脱俗的气质，哪怕是内院那些倨傲的美女，在这位清群少女面前，恐怕也只能勉强称得上胭脂俗粉。再加上轩儿曼妙身段的完美曲线，跟随萧炎身边时俏脸洋溢的娇滴滴表情，这又纯又欲的模样，让这5位内院老生皆是双目放光，痴痴地盯着轩儿，目光难以移动分毫。轩儿黛眉微蹙，这一道道贪婪的目光让他感到些许不适。还未等轩儿发作，一股雄浑的斗气从萧炎身上爆发，让山谷地面微微一震。感受到这股扑面而来的气浪，这些内院老生才猛地回过神来。方才这股斗气并不弱于他们，这些新生恐怕来者不善。难道他们疯了吗？敢对内院前辈动手？蓝衣青年逐渐收敛了调笑的神态，不过依旧没有对这些新生太过上心。各位，待会下手可得轻点。蓝衣青年戏谑道，旋即他继续补充，不然留个坏印象，那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话语中夹杂着阵阵嗤笑，在萧炎他们听来却是格外刺耳。萧炎身形弓曲，冰冷的目光直视蓝衣青年。下一秒，他脚下地面爆裂，激荡出阵阵尘土。萧炎的身影化作一道流星暴，掠向了蓝衣青年。随着萧炎的动手，轩儿、吴昊他们也都催动体内斗气，朝着老生队伍攻了过去。内院老生没料到这些新生出手会这般果决，蕴含怒意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凶狠。既然你们这般嚣张，那就让你们见见血，体会一下内院的规矩。蓝衣青年浑身斗气疯狂调动，被他汇聚于拳间，被蓝色斗气包裹的拳头朝着萧炎迎了上去。砰！两拳相交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。蓝衣青年瞳孔迅速放大，像是遭受了什么不可能的事物。他只觉拳头好似撞到了一座巨山，无法撼动对方分毫。额顷，撕心裂肺的剧痛从手臂传来，紧随而来是骨骼断裂的清脆声响。在蓝衣青年诧异的目光中，他的手臂骨折，形似软泥。而后萧炎的拳头重重轰在了他的身躯，他感觉胸膛被一股蛮不讲理的巨力击中，瞬间倒飞而出，在地面翻滚了数圈，才跌落在10余米外的空地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这位内院老生的队长竟然连眼前少年的一拳都接不住。只是这些老生不知道的是，其实萧炎方才的那一拳，他还是留手了。他只在拳风中融入了普通的斗技。他对轩儿的魅力自是了解的，对于内院老生的反应，倒也没太过往心里去。蓝衣青年勉强爬起身来，灰头土脸的模样尽显狼狈。今年的新生竟然这般强大，这次恐怕他们要阴沟里翻船了。随着萧炎先一步拿下对手，轩儿他们也很快就料定了各自战局。这些素日里极为骄傲的老生，此时一个个皆是气息萎靡，难看的脸色如丧考妣，显然输给新生，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。萧炎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，截取了他们的火能后，又从他们身上打听到了猎捕赛的一些信息，包括赛场森林的路线图以及参赛老生队伍的信息。老生的队伍一共有10组，其中8组实力相差无几，剩下2支队伍的实力极为强横，被称作黑白双煞。听闻这个消息，萧炎立马打定了主意，他准备继续劫掠老生队伍。至于这黑白双煞，先观摩一下再说。白山听闻这个疯狂的建议，当即皱眉表示反对。萧炎是不是疯了？这还没进入内院，就要把内院老生得罪个遍，以后进入内院还怎么混？只是白山的反对被轩儿他们习惯性的忽略了，恨得白山面红耳赤，也只能跺脚发泄自己的无能狂怒。之后，萧炎带队如法炮制，又打劫了4队老生。这时萧炎他们的名声开始在内院老生范围内传开，被劫取火能的老生们
一位位都是垂头丧气。他们本是想来参加猎捕赛，获得一些彩头的，结果倒了8辈子血霉，遇到了这样一对变态的新生，反倒是将自己的火能输得个一干二净。至于还未被萧炎他们打劫的老生队伍，也渐渐滋生出了防备之心，开始有意识地避开萧炎他们，去找其他的软柿子捏。萧炎他们一连搜捕了几个时辰，都没有发现老生的队伍，这让众人心有敬切，却无处发现。不知不觉中，猎人与猎物的关系竟然悄然间转换了位置。萧炎低眉沉思了片刻，再次抛出惊人言论，他要将剩下的队伍一锅端。萧炎的计划是以他们自己为饵，吸引剩下的老生队伍联手来袭。不过，在他这个大胆的计划中，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环，那就是他要将所有新生汇聚在一起，作为对抗老生的底牌。闻言，吴昊、虎家先是一怔，好在这几日的相处，让他们对萧炎的性子有所了解，再加上萧炎的实力，确实也让他们佩服，这也让两人反应缓和了不少，开始认真审视这个疯狂的计划。杠精白山再度上线，皱眉反驳萧炎，他认为萧炎这样的举动是羊入虎口，会葬送之前团队的奋斗成果。只是白山的话语被大家当作空气忽视了，白山气得银牙紧咬，恨不得原地炸毛扑上前去，奈何他不是萧炎的对手，只得悻悻然抛出一句狠话：希望你别搞砸了，强行为自己挽尊。萧炎之所以这样行动，倒也不是鲁莽行为，这些新生被夺取了火能，本就是一肚子窝火，如今有机会反夺内院老生，再加上萧炎、虚儿他们的声望，这些新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加入了萧炎的团队。新生们虽然实力孱弱，但是人数众多，如果能够将这些新生聚拢，也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在萧炎的布置下，除去黑白双煞之外的3支队伍，不多时就发现了萧炎他们的行踪。对于萧炎这支队伍的威名，他们早有了解。这一次，他们并不打算公平对战，准备3支队伍联手，为了内院证明。瞧见内院老生们不讲武德，萧炎只是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抱歉，我们也没打算公平战斗。”随着萧炎的拍掌声，一个个隐匿于树林的新生冒出，足足有40多道人影。3支老生队伍的脸色猛然间垮下。擒贼先擒王，短暂慌乱后，一位老生队长苏笑看出了其中玄机。眼前这股新生力量不过是乌合之众，行动间都是以萧炎为尊，只要能够将萧炎击败，这群乌合之众将自行瓦解。心中既有决定，苏笑斗气一沉，身影如鬼魅般掠向了萧炎方向。其余老生紧随其后，有意识为苏笑拦住其他新生。苏笑是他们中实力最强大的大斗师，即便在内院也算得上一位好手。他们认定萧炎绝对无法抗衡苏笑。面对这道急速来袭的狂暴身影，萧炎猛地长呼了一口气，而后朝着苏笑方向大吼一声，这正是他新学的声波斗技，同时将龙气融入其中。苏笑只觉脑袋被重物撞击，一股炸雷般的力量在脑海嗡鸣，轰隆隆的，苏笑觉得身体仿佛被灌了铅，几近晕厥。这个麻痹的过程只持续了短短数息，只是这短暂时间已经足以分出胜负。萧炎一拳猛地轰向了苏笑，后者身体立马倒飞而出，撞到一棵大树后，苏笑才狼狈跌落了下来。此时的苏笑脸色惨白地瘫坐在地，嘴中咳血不止，显然已经丧失了战斗的能力。寂静，满堂寂静，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所有人都僵硬在了原地，似乎无法接受刚才发生的事。苏笑竟然败了，而且还败得如此迅速与干脆，就连瘫坐在地的苏笑，颓败的眼眸中也尽是骇然与不可思议。